最近几天，整个坦桑尼亚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。由于总统选举引发的全国性抗议与暴力冲突，政府被迫采取紧急措施，实行宵禁、军队巡逻、全面断网。就在所有人都担心当地安全局势的同时，许多中国网友也注意到，凯凯的奶奶突然停更了视频。这位在中国备受喜爱的老人，平日里每天都会分享凯凯的成长点滴，教凯凯走路、说话、做包子、喊爸爸妈妈。但从昨天开始，他的账号再无更新。粉丝们一开始以为他生病了，后来才得知，他正焦急地等待远在坦桑尼亚的小刘和拉欧的消息。坦桑尼亚局势突变，全国断网引恐慌。10月下旬，坦桑尼亚举行总统选举。然而选举结果公布后，反对派不满，指控政府操纵选票，抗议者走上街头，多个主要城市爆发冲突。根据外媒报道，政府派出军警维持秩序，甚至在部分地区使用了催泪弹与实弹警告。而让整个事态迅速恶化的是政府的全国断网令。为了防止示威组织者通过社交媒体集结，全国网络全部中断，通信几乎陷入瘫痪。不仅是当地人之间无法互联，连国际信号都时断时续。对于身处海外依靠网络联系亲人的人来说，这几乎是灾难性的。凯凯的奶奶就是其中之一。奶奶的担心，断网意味着失联。凯凯的爸爸小刘和妈妈拉欧都在坦桑尼亚生活。自从去年拉欧因为签证问题被迫离开中国回到坦桑尼亚之后，小刘也选择陪伴妻子，留在那边与拉欧共同生活。而凯凯则留在中国，由奶奶和爷爷抚养。在过去的几个月里，虽然一家人相隔万里，但依靠视频通话，他们仍能保持联系。奶奶经常在镜头前教凯凯喊爸爸妈妈，甚至拿着小刘和拉欧的照片让凯凯记住父母的样子。然而，随着坦桑尼亚突然断网，这一切都被打断了。从那天起，奶奶再也无法打通小刘的电话，也收不到任何来自拉欧的消息。她在视频中说过一句话，让很多网友泪目：我最怕的不是他们不更新，而是我联系不上他们。视频停更，焦虑的等待。对于一位习惯了每天分享生活的老人来说，突然停更并不寻常。过去，他哪怕感冒了，也会更新几段短视频，告诉大家凯凯今天吃了什么，学了什么。但这次，他的账号一片沉默。粉丝们在评论区不断留言：奶奶，你还好吗？是不是小刘和拉欧那边有消息了？希望他们平安，一家人早日团聚。实际上，奶奶本人应该正在焦急等待。她知道外界的情况不乐观，但更不希望凯凯察觉。她仍旧照常带凯凯玩耍、喂饭，但面对镜头的笑容明显少了。那种表面平静，心中焦虑的状态，做母亲的人都懂。拉欧与小刘，他们现在可能面临的处境。根据外媒消息，坦桑尼亚多地陷入混乱，政府宣布全国宵禁，部分地区道路封锁，外出购物都成了问题。外国人，尤其是亚洲面孔的人，在动荡期间常常选择尽量待在家中，减少外出。小刘和拉欧目前极有可能暂时待在家中，避免风险。但由于断网，他们无法与外界沟通，即便安全无恙，也难以发出平安信号。而菲利斯塔与豆豆也在同一个国家，他们之间或许已经互相联络不上。对于这些跨国婚姻的家庭而言，一次断网不仅仅是通信中断，更像是割断了新的联系。粉丝的担忧与理性声音。从凯凯的奶奶停更的那一刻起，评论区就成了牵挂与祈祷的集合地。有网友留言，希望拉欧和小刘都平安，早点给奶奶报个平安。凯凯这么可爱，一定要一家人团圆。愿坦桑尼亚的局势早点平息。当然，也有理性声音提醒大家，网络断开不代表出事，可能只是通信暂时中断。在局势不稳时，保持安静反而更安全。这些留言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舆论，让大家明白，最重要的是保持希望与冷静。凯凯的懂事，笑容背后的牵挂。在最新的视频中，虽然没有更新日期，但粉丝注意到，奶奶让凯凯对着镜头喊爸爸，而凯凯一脸笑意地喊了2声。那一刻，无数人泪目。他喊的不是镜头，是远方的爸爸妈妈。凯凯或许还不懂什么是动荡，什么是断网，但他一定能感受到奶奶情绪的变化。也许在他天真的心里，只知道爸爸妈妈暂时不在身边，但一定会回来。奶奶的坚强，守着希望过每一天。有人说，留守的老人最怕的不是孤独，而是没有消息。
奶奶每天依旧按时起床、做饭、洗衣、带凯凯玩，但心里却一直在默默祈祷。她或许每天都尝试一次视频通话，希望哪怕能响一次铃声；或许每晚都看新闻，盼望听到坦桑尼亚恢复网络的消息。那是一种无声的等待，却充满力量。网友的呼声让爱与信念传递，越来越多的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起了留言行动，希望拉欧一家平安。一些热心粉丝甚至尝试通过国际新闻或在当地的中国群体打听消息。虽然没有确切回应，但这份集体的关注本身就是温暖的力量。互联网可以短，但思念不会断；信号可以消失，但心与心的连接不会被封锁。结语，等来那一句我们很好。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当坦桑尼亚恢复网络，当拉欧或小刘再次上线发出动态时，凯凯奶奶会是第一个点开视频的人。她也许不会多说什么，只会笑着对镜头说一句：孩子们都好，谢谢大家关心。那一刻，所有等待都值得。在这个动荡的10月，希望平安早日传来。愿远在异国的小刘和拉欧一切安好。愿在中国守候的奶奶和凯凯不再度过这样的担心与等待。写给所有跨国家庭的牵挂与祝福。